恐惧是一种当人们面对危险或未知时所产生的情绪。人类的恐惧既源自基因，也受文化塑造。我们对黑暗、高处可能具有威胁的生物抱有天生的警惕，这些反应是适应大自然的本能。然而，有些让人感到害怕的事物，比如妖怪、冤魂、吸血鬼，只会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诞生。随着民间传说、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逐渐被构建为集体心理的一部分。20世纪初期的美国诞生了一种新的恐怖小说，在这些作品中，真正令人恐惧的并非所描写的怪物本身，而是人类无法理解其存在的这一事实。这就是本期飞跃模拟人生的主题——克苏鲁神话。我们将分析克苏鲁神话所描写的宇宙，理解它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恐惧。同时，我们还会回顾当时的社会，探讨量子理论的提出以及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所构建的深层不安。而克苏鲁的故事正成型于这种不安之中，捕捉到了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另外，我的另一期视频还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克苏鲁的召唤》进行了详细解读，感兴趣的话请点击收看。那么什么是克苏鲁？克苏鲁源自 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 于192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克苏鲁的召唤》，后来发展成一系列的克苏鲁神话作品。原小说中，克苏鲁的外观是一种融合了人类、章鱼与龙的特征的巨大生物，它拥有触手与翅膀，整体形态难以名状。克苏鲁是宇宙中的古老存在，与其他被称为 Great Old Ones 及旧日支配者的存在一起，在远古时期曾统治过地球，如今沉睡在海底。包括克苏鲁在内的旧日支配者并非完全由人类所理解的物质构成，他们能感知宇宙中的变化，彼此间进行思想交流。克苏鲁则能通过梦境影响人类，与人类的潜意识产生连接。即便你没有读过原作，也很有可能在影视作品中见过类似的克苏鲁式的形象。例如在动画《爱死机》第3季第8集中，就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克苏鲁故事。一队特种兵深入地下洞穴，发现一座神庙，神庙中关押着巨大怪物，它逐渐侵蚀了队员的精神，并试图重获自由。最后仅剩一名军医以割去双眼与双耳为代价逃离了洞穴。动画所描绘的怪物巨大怪异，超越人类理解，并能影响人类心灵，这无疑就是对克苏鲁的致敬。类似的影视作品还有很多，他们往往会在视觉上强调克苏鲁的恐怖形象，异形的结构、巨大的身躯、伸展的触手。不过在 Lovecraft 的原著中，这些外在特征只是恐怖的表层，恐惧的深层源自克苏鲁所指向的存在的深渊，一个人类无法理解也无法认知的宇宙。Lovecraft 通常将小说的时间设置在他所处的20世纪初期，并以现实作为背景，而不是纯粹的架空世界。克苏鲁神话中的许多短篇都在讲述当时的人们如何逐步接触到克苏鲁的过程。在这些作品中，角色往往需要将零碎的信息，比如梦境、古老文献与难以理解的符号进行一一拼凑，才能勉强触及克苏鲁背后那个庞大陌生的宇宙。这个过程中，碎片信息不断冲击着他们原有的科学知识与现实认知，让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理解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这种认知的动摇才是克苏鲁神话所带来的最深层次的恐惧。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克苏鲁的世界无比陌生，人类不仅不是神话的中心，宇宙也不依照人类的理解而运行。那些古老的存在更是毫不关心人类的生死与意义。因此，克苏鲁的本质恐惧并不在于巨大可怕的外形，而在于它所揭示的事实。人类难以理解所处的世界，也无法与之相连接。那么问题在于，这种对世界不可理解、不可相连的不安感受，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美国开始被创作出来？它当然并非凭空诞生，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初期最重要的科学突破，无疑是量子力学的提出。1900年 Max Planck 提出了量子的概念，
而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则在1926年前后。在此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牛顿经典物理学，认为宇宙是有秩序与规律的。比如，只要按照万有引力定律，我们就可以精准地计算和描绘出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在经典物理观下，只要掌握足够的知识，进行重复的实验，人类就能理解并预测万物的运行。然而，量子力学的出现开始从物理层面瓦解世界的确定性。1927年 Werner Heisenberg 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指出，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能同时被精准测量，粒子的位置越确定，它的动量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反之亦然。这就与牛顿力学的基本假设截然相反。牛顿力学认为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是确定的，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这种确定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是，量子力学描述了一种全新的物理观，即在某些层面上，世界的本质就是难以确定的，人类无法像曾经以为的那样完全掌握或预测它的运行。虽然我们无法说 Lovecraft 的创作直接受到了量子力学具体概念的影响，但他确实对爱因斯坦及他的相对论颇为关注。在小说中也有对海底城市拉莱耶的物理层面描述。拉莱耶是克苏鲁沉睡的城市。当角色发现这座城市时， Lovecraft 使用了未来主义艺术来进行比喻，这是一种常常使用扭曲几何和模糊轮廓的艺术风格，用动态与冲击来打破传统的静止与规律。Lovecraft 使用未来主义的比喻，表示了拉莱耶超出了人类的传统理解。小说还直接描述到，城市违背了几何学原理，所有的物理法则和透视规则仿佛都失效了。这种失效正像是经典物理在20世纪量子革命时所面临的困境。新的物理观出现，人们长期依赖的知识突然不再可靠，世界的确定性开始动摇。量子力学带来的不确定不只发生在物理法则上，也发生在语言上。在一篇名为《The Quantum Call of Cthulhu》的分析中，作者指出，量子世界的现象从根本上超出了日常经验，而我们的日常语言本来就为宏观世界而生。面对量子的叠加状态这种微观现象，语言的精准表达被极大的限制了。所以科学家只能借助薛定谔的猫既死又活这种比喻来勉强传达其意思。这种语言的局限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不可言说之物形成了深刻呼应。目睹克苏鲁的角色往往陷入疯狂，不是因为外形的可怕，而是他们在语言上无法表达克苏鲁究竟是什么，在心智上更没有容纳其存在的空间。于是诞生于这个时代的科学观上的不确定与不可知，在 Lovecraft 笔下被巧妙地转化为对克苏鲁的恐惧。面对它时，我们以往的经验变得无用。人类知道的越多，科学越深入，非但没有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反而揭示了宇宙本质上的随机与不可掌控。就连爱因斯坦本人也无法接受这种本质上的不确定。他在1926年写道，上帝不掷骰子，拒绝承认概率是宇宙的根本法则。而 Lovecraft 将这种不安放大，当力量不受控制，当人类并非中心，我们对不可知的无力感在对克苏鲁的恐惧中找到了痕迹。如果说量子力学带来的是物理层面的不可知，那么殖民主义对克苏鲁小说的影响则是源自殖民社会下的不可连接。历史上殖民主义经历了不同时间阶段，而美国不仅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产物，也在19至20世纪期间扮演了直接的殖民者角色。比如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了菲律宾、关岛与波多黎各，并控制了名义上独立的古巴。在这些殖民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文化虽然进行了接触，但由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二者难以建立真正的连接。在这种断裂之中，殖民主义塑造出了他者 the other 的概念，用来指称殖民者眼中陌生的、不同于自身文化的群体。在殖民主义的话语中，世界是二元的，殖民者通过描述野蛮的他者来建构与其相对的文明的自身。因此，非西方的文化常常被描述为神秘原始且难以理解的存在。
Lovecraft 被公认为一位种族主义者，他在私人信件中多次表达对黑人、犹太人及各类移民的负面偏见，即便对纳粹的政治纲领持批判态度，他也仍然认为希特勒真诚且善意。他更是主张应当对黑人实行绝对的种族隔离，认为他们无法成功融入由高加索人构成的文明民族。这种对他者的排斥与歧视直接投射进了他的创作。在小说中，克苏鲁的人类信徒往往是混血的边缘族群，或带有异教文化背景的人群，他们完全游离于西方理性文明之外，语言与行为难以理解，和他们所信仰的克苏鲁一样，被描述为抛弃律法与道德的反现代的存在。这些信徒无疑是他者的代表，而原始且野蛮的克苏鲁则是被放大到宇宙级别的他者。但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理解为什么信仰克苏鲁的是一群贱民、混种、异教徒，但他们所崇拜的克苏鲁又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给来自文明的白人角色带来了恐惧感。这是因为由于他者与自身之间无法建立真正的连结，殖民者只能依靠模糊的想象来填补空白，最终建构出的他者本质上投射了殖民者的自身焦虑。于1952年发表的后殖民理论奠基文本《黑皮肤白面具》中，作者就从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这种投射机制。他指出，白人社会长期性化黑人男性，描述他们性欲旺盛、原始野蛮。这种表面贬低的背后，其实混合了嫉妒与恐惧。白人男性把自己在文明化过程中压抑的原始性欲投射到黑人男性身上，再把由此构建出的他者的形象标记为非文明，并且加以排斥。因此，殖民者所描绘的他者的特质，实际上反映了殖民者自己不敢直视的内心焦虑。Lovecraft 对于他者的强烈排斥，也恰恰暴露了一种隐藏的自我怀疑。如果文明的优越性是确定的，为什么反复强调边界？如果黑人无法融入高加索文明，为什么需要主张种族隔离？这种强调他者无法融入的执念，折射出的正是对文明的边界其实很脆弱的深层不安。克苏鲁进而把这种不安推向了极限，因为它不只是威胁文明的野蛮，而是提出了根本无法解答的难题。万一原始的力量远比想象的更强大呢？万一西方所代表的人类文明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漫长时间中微不足道的短暂插曲呢？此时，殖民主义塑造的他者不可连接，在这些问题下成为了一只回旋镖。殖民主义的话语从一开始就封死了理解的出口，亲手撕扯出不可跨越的断裂。面对克苏鲁这样强大的他者，回旋镖只能打到自己身上，于是书中的角色也只能在文明世界观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彻底崩溃中走向疯狂。